这一次杨紫彻底输了，被赵露思的明星韩灿远远甩在了后面。国内的暑期档一直是个大电视剧争夺的时段，除了热度、话题度、收视率等，主要演员还要拼看谁高谁低。本以为这个暑期档也会是杨紫主演电视剧《神香如粉的世界》，没想到中途出现一匹黑马苍兰淼。这是一个只有1万的概念，即使在今年的现象级戏剧《人的世界》已经完结之后，但这部剧毕竟属于热度多于剧情，而且现在豆瓣也没有开分，我们暂时不做比较，主要看剩下的2部热剧《沉香如粉》和《韩星锦绣》。2部剧开播前，《韩星锦绣》热度惨不忍睹，到处都是沉香如粉的信息。本来以为这次杨紫又是在撒谎赢了，没想到开分后，韩星灿烂实际的 Aroma 实际上是在击败 Aroma。随着剧集的展开 ，Aroma 的热度和话题度持续飙升，与 Aroma 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不佳，口碑一落千丈。尽管杨紫极力宣传，依然无法改变局面。不过，神香如粉的失败或许并非偶然，而是必然，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第一，流水情节，设置模型人物形象。沉香如粉这部剧，无论是在演员阵容还是剧情发展上，香蜜沉沉烬如霜，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杨紫的演技不过是那种远离尘世的古灵精怪，最后为了爱情毁了世界的形象。一开始还好，频繁出场有点尴尬。剧情用不说了，用业界的术语来说，这部剧就是第1集就猜到了物理伤害不能算作物理伤害，暂不计算。星光璀璨的剧情要好很多，虽然3男1女的剧情有点玛丽苏，但在现在的古木偶剧中，这种情节形式还是比较少见的。哪怕再荒唐，将多一些固有的剧情发展格局，让人有新意。其次，演员的表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相信喜欢杨紫的人，主要是喜欢她的演技。《沉香如粉》这部戏可以说是杨紫也打败了杨紫。这些年各大古偶剧，只要杨紫主演，都会卖她演技，就算观众再多的包容度，也会逐渐被消耗。如果只拍《沉香如粉》这部戏，那自然没问题，但也不可能抛开之前的作品。而大家的事实是，投资者只是想通过这个模板快速赚钱，观众不会继续购买它。沉香如粉这部剧最大的宣传点也是杨紫和程毅，成功了也没关系，但一旦失败，这部剧将直接面临风波，因为没有其他值得推广的点。而星汉锦绣的演员阵容更加多元化，拥有包建峰、曾黎、郭涛等老牌演员，以及吴磊、赵露思等新生代，覆盖面更广。但是演员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能一直演这么傻的角色，观众肯定也接受不了。希望他能选好自己的剧本，走出他的舒适区。不知道你觉得哪部剧更好看，《星语寒》还是《沉香如粉》？你更喜欢哪一部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02，为什么沉香市的下脚料评分这么低？怎么会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在整个年终游览期间，3场服装秀应该会一个接一个。截至目前，3部剧集的评价都出现了漏洞。经世之星获得7.6个焦点，沉香为下脚料获得5.8个焦点，小苍兰诀获得了7.7的关注。高开低走，被后起之秀反杀。作为晚春年中的第1场仙侠秀，沉香如梗在猴开播前就已拥有数百万预订量，并在微博网络剧集和直播这块蛋糕上主动定位第1。传输后不到2小时，它是热门话题的第1名，并且是相当长的记录中的第1名，这表明它的无处不在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古老的人体模型幻想有可能在春末流行。杨紫和程毅合作，在权威宣言的那一刻，背后庞大的粉丝群已经为后期的高评价主动打下了基础。传播后，根据人群调查，在这场以女性聚集为基本人群的旧装秀中，沉香的男性人群比例刚好高达41.46%。基于这些特点，沉香如片在晚春时节稳居最佳位置。出乎意料的是，当沉香如岁传中时，星韩锦绣和苍兰诀争先恐后成为后起之秀。在流行和谈话方面，他们很快就超过了沉香木，评价高于沉香如片。沉香木如废材在传播之前就提出来了，传送后
男女主艺人都在网上，尤其是扮演三角角色的诚意真是完美。身为勇敢的女人，杨紫同样处理家门口的变化，但最终的结果肯定有些不合适。改进是适度的，情节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兰花的机会可以变成一个令人惊讶的强大竞争者的一个重要计算是她的装饰已经处理了5遍式的拘留，场景惊艳，美化效果惊艳，时尚角度也可圈可点，这些是小苍兰诀的加分项。话又说回来，有网友认为他的增强有点粗心，没有脚手架的冠军跳跃的地基有些夸张，后期的地基图还充满了塑料倾角，类似于一个假画布。摄影工作室看起来非常谦虚。剧情上沉香如碎花也与传统剧情没有出入。冰冷的传奇遇见热情而精彩的冠军。在开始阶段，两人是开朗的对手，战斗、交谈和窃笑，并促进了他们的关系。说起来，还是老东西。我们真的想要幻想，但我们不需要穿着旧衣服的娃娃。有恢复卡的女贱民。作为一家 S 企业，沉香木如碎片，其创作水平无论如何都不会太差。但是它在情节方面显然很重要。按照严丹的心砰砰跳的吴桥，这几年来人群中基本见过几位仙人跃升到可比的地步，对吧？你在做什么？打折？如果说和其他仙侠剧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从这部剧中可以同时看到几部剧的影子，其实是一种大众见识。假设时间长度足够，可以取出多余的枝条和植物，估计发作次数可以大大减少。同样，这部剧有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那就是有过多的侧面场景。传送后没多久，剧中的邓颖儿就被曝光了。后来也有网友发现，配角邓颖儿的戏份过多，斥责是为了推进剧情的完善，不妨碍网友。只是一个反派，很像拿了一张无尽的复活卡，野火烧不完，反派又炸了。他身边的人类全都下线了，他不到2集就又回到了这里，之后又坚持做恶魔。不想，很难找到合适的人，而且只靠1集就显得很糟糕。分数不一样的口语。据说仙侠已经死了。按照当年仙侠剧的排名来看，陈希元8.4分，香米7.8分，琉璃7.4分。就连最早著名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也有6.5的评分。从收视率的角度来看，7分以上的收视率被认为是一部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不过陈希元虽然收视率过高，但在开播的同时，现在已经不是很出名了，骂声也不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虽然收视率不过分，但现在已经不再能防止它变成现象级了。要知道，仙侠剧李易水儿的素衣是在爆的时候开播的。同样，尽管沉香木像面包蟹的评分并不过分，但喜欢和喜欢的范围已经准备好100万。从打印出来的数据来看，这部剧现在已经没有几部能跳出巅峰了。从这些方面来说，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个显示器的，这说明口碑还不错。你说什么？在评论部分留下您的意见。03肖战的几条未婚公告并非多余，但无疑是一颗定心丸。娱乐行业内的艺术家，特别是著名的艺术家，通常会被不间断的混淆。没有任何方式，有很多名人和正确的错误是这个无奈的原因。名家的舆论方式无非就是越来越多的绯闻，包括爱情、生活方式、功能等等。其中，舆论和谈恋爱的费用是最低的，制造丑闻的人现在也不想付出大的代价。著名艺术家肖战就是其中一位饱受绯闻困扰的人。每次因为一场毫无根据的恋情丑闻而陷入困境，肖战的直接手段就变成了未婚公告。据不完全统计，肖战发起了不下10次未婚宣言。他是经常辟谣和辟谣的演员之一，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获得过多的人气，肯定会有额外的丑闻。有些人认为肖战发布未婚公告的行为是鸡肋，但实际上这远非一种自我保护，现在已不再是无意义的事情。发布未婚公告可操纵舆论，浪漫丑闻的展开速度明显加快。基于大量网民趋于消费的规律，
关联主题的分析程度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百万负荷的国家，引发大量舆论动荡。无论如何，有话要说，而且这句话附近是一个活跃的场景。随后，肖战发布了未婚公告，毫不拖延地从源头尚未丑闻提供了假证据，也就是所谓的打假。本尊亲自出面打击赝品，社会舆论也变得受控。为了不再保留动乱的臆测和无端的加持，而且肖战本人也很自然、干净利落，事业成龙是他的第一责任，这是 where 和 where 的问题。其次，他还允许爱好者在评估中提供帮助。众所周知，肖战的恋人范围很广，舆论一出，他就有优势。粉丝们可以拿着未婚公告发表评论，压制一些不存在的、不显眼的事情，制造无谓的兴趣和麻烦。不要研究这个公告明显很小的现实，这不是多余的，它是思维定势的表现，证明了肖战在谈恋爱的问题上能引起大众舆论的关注，并做出了真实的反应。他比默默地让舆论发酵和自由展开更高。肖战未婚公告还有一颗定心丸。肖战的情人占了整个情人范围的1/2。作为知名演员，肖战自己也深知，这还不是全部欠了绯闻和谈恋爱。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他直言谈恋爱就是丢工作。那么，一旦出现了一场无端恋情的舆论，一些不知情的恋人就认为偶像的1/2更高，当然可以选择与粉丝断绝关系。由于此时的未婚公告是一颗强大的定心丸，可以打消情侣们心中的疑虑。我实质已经单独声明我未婚，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弹劾的。此外，没有重要证据表明未婚公告足以为丑闻提供解释。除了解决粉丝群，还可以额外恢复伙伴。会徽方面对艺术家的产业费具有一流的意义。一旦出现恋情丑闻，产业费不可避免的会下降，因为恋人的粘性会下降。那么肖战就没有市场了，打算对他接下来的表现产生影响。有一个未婚公告，还提供了徽章的心态，表明他未婚，不想弹劾他的工业费。肖战的影视资产整体上都是古装。在考虑演员的时候，陈列会尽快挑选未婚男女演员，这样合作的文凭才能更高，炒 CP 也更简单。肖战暗示他未婚，现在显示器对他的方向的心态不会再改变，资产可以向他的方向倾斜，有利于出场职业的提升。当然，如果接下来的改造成功的话，肖战现在也不想在这方面那么小心翼翼了，可能会更加随意。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位置也不是那么稳定。